16条生命成了央企偷工减料的牺牲品。你要问，这央企又不是民营企业，也干偷工减料吗？一定会干的。很简单，在编列预算的时候，这是全体中国纳税人的建设资金，但只要一旦到企业账上，它马上就成了权贵的蛋糕。这次至少能摊这个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2号，国内的突发新闻啊，我相信国内外媒体都在报道。很多人呢关注为什么晚上施工啊，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，死了这么多人怎么补偿？根源问题啊，实际上他是不愿意让你知道的。但是呢，正是因为他们狗咬狗，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啊，我总结了一共是4步违规，让这16个冤魂啊，这已经是注定的事儿了。到底他们贪了多少钱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啊，第一步是擅自更改了桥梁的设计。因为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一定会追责。因为超过10人以上就叫做重大事故了，30人以上呢叫特重大事故。这次至少有一个副厅级别的人要承担责任。既然要追责，那就设计2块，到底是施工的问题，还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？好，设计方出来讲了，我们没责任，是你擅自更改了我的设计方案。我们来看，这个建设施工单位啊，叫做中铁大桥局，下面有若干个分局。一般来说呢，一个分局会干若干个工程啊。简而言之，这家企业啊，它绝对不是草台班子，它是央企中的央企啊。因为啊，它做过港珠澳大桥、杭州湾跨海大桥，还有东海跨海大桥，这些啊，它是经验丰富的。那我们来看，这么经验丰富的企业在内陆的黄河大桥上怎么就翻车了呢？原因啊，还是为了偷工减料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内部是怎么说的啊，实话都已经露出来了。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监扎黄河大桥总设计师，他叫严岩，就是阎王的阎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该大桥原本的设计是在黄河里架设主墩。大家看到我背后图没有？有主墩吧？没有，因为它被更改了设计。因为桥里边你能看到的，在引桥之外只有2个墩子，而原计划至少应该是6个或者是4个墩子，现在就剩2个，消失的那墩子不就是钱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它为什么要更改呢？实话就在这里边呢。如果在黄河内部架设主桥墩，就需要建设过程中通过船舶在黄河水面上进行运输，会对水里黄河特有的鱼种造成影响。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，参与施工和设计人员多次调整方案，将主墩从黄河中移出，设置在了桥岸边。这句话你听明白没有？他说我是为了保护黄河里特有的鱼种，所以把那墩子给撤了。你想想，你相信吗？在黄河里面的水都什么颜色啊？在排污的时候，沿岸企业排污的时候，想过黄河里的特有鱼种吗？中国人真的是在乎那个鱼种吗？你能不能告诉当地老百姓，你说的那个鱼种到底是什么？在当地是不是稀缺的？我感觉你找这个借口啊，他自己都不信。好，关于这个鱼种是一个方面，但是啊，他为了突出自己啊没有责任，他特地说了，这也是为了减少施工的难度，不在黄河水面上运输这些材料，这儿才是这件事的根本。偷工和减料是2回事，一个是工，你要在水里边建这个东西啊，需要花多少工期、时间、成本很大吧。第二，这个墩子是钢筋水泥一层一层建起来的，这是需要花很多钱的。但是啊，他现在改了方案，至少能省上亿。因为什么呢？桥墩你不设了，你改成了上边那个钢索，钢索才多少钱？你建一个钢梁和钢索多少钱？也许这个价钱已经是打了3折了。这儿
不就是偷工减料吗？那第二个，既然你已经把承重的主桥墩给取消了，改成了钢索拉着，那第二个违规啊就出现了，那就是你这个施工方案，如果按照严格讲，你应该把那个梁啊先建好，建好以后，你把那个钢索拴上，说的也就是你拴上一个钢筋，然后再拴桥面上，这样也行。但是他施工的时候又偷工减料了，那就是我不建设这个桥梁，就是这个桥塔先不建，我做一个临时的，大家看到图片没有？那是临时搭上去的，它的学名啊，我看了，他们内部的设计方案叫做拱上吊机加吊索塔架悬梁设计施工方案。就是说这个梁啊，它是临时性的，建好了以后它就撤了，撤完了以后呢，它再建那个塔，然后再把那钢筋拴上，这儿能是一回事吗？因为什么呀？马上就有第三个违规出现了，就是这个塔架呀，原有的设计是你主承重是桥墩，你的搭配上那钢索，等于是那个桥面的一个支着的啊，一个拉着的，保证它的安全。现在支着的取消了，全变成了那个斜拉了。而斜拉的地方呢，现在他知不知道方案已经改了，应该对上面的那个挂环儿，说到底就是挂环儿，你应该对它进行加粗加固。而事实上，这次就是上面那个设施，就是那个塔架上有个设施叫做叫锚梁。你说到底就是你拴绳那个窟窿，那窟窿豁了以后呢，那钢筋不就下来了吗？那钢索只要一断，上面是什么？一共是4个，1、2、3、4个，咔咔咔咔。所以说啊，一个豁下边全豁，1000多吨的这个桥面直接啊全拽豁了。这个16个人就葬身鱼腹了。我们讲的前3个只是促进的一个诱因吧。当然了，最终导致16人丧命的就是第4个，那就是违规施工。按说呀，你这些员工或者这些已经更改设计，你必须让那些经验丰富的专家你能来干这个活。但现在啊，他把这工程进行了层层转包，因为在新闻中他讲到叫做什么劳务工，其中只有一个是正式工，真正干活的是劳务工。当然了，新闻后期他又改了叫做施工人员。你干嘛不说自己是中铁这个大桥局的员工？为什么？而实际上他不是啊，他是外包的农民工，其中有湖北的、湖南的、贵州的、河南的，有很多是兄弟俩带着一个侄子，这2个家庭就没了。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你为了偷工减料、降低成本啊，真正上去拧这个螺丝的这么高精尖，已经3步偷工减料的方案，却让15个农民工来完成，他怎么可能知道风险已经在积累了呢？当天晚上3点多，是因为他们连续多日都在进行这种3班倒，就是白天晚上也这么干。为什么？是为了要赶工期，赶了工期是要向国家献礼。所以说，正是因为这4步违规啊，这个结局也就注定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客观的看，这个大桥啊，它总投资我算了一下啊，这个大桥的学名它的全称叫做川青铁路大桥啊，总长500公里，总投资814.9亿人民币，就是845亿人民币吧。这里边啊，平均1公里是将近2亿了。当然了，平铺是没多少钱，隧道桥梁啊是花钱大户，而这个桥投资我们算下来呢，大概应该在50亿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815里边，这个大桥呀就能占到大概50亿。但是你看图片里面，这是花了50亿那个样子吗？桥墩消失了，上面的梁都没做，给你弄个临时吊机去给你拴，而且只拴了4道钢梁。你想想，这能不出事吗？那这50亿到这儿，我估计也就10亿，剩下的那几个亿啊，哪儿去了呢？这个就只有天知道了。也许啊，这个答案永远不会向全民进行公开，那人们不会反吗？最后我想说一下，国内这种央企啊，它贪污也好，偷工减料它是一定的，
央企只要你把全民的钱到他账上，下面就分吧。中铁总局分一部分吧，你各子公司再分一部分嘛，再给他设计院分一部分嘛，再有层层转包，总经理、副总、总工都有自己的亲戚，都有自己非常熟悉老家的那种施工队儿，最终到下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钱了，那我就不做桥墩了，我就不用正式工了，结果不就出这事儿吗？当然了，从长远看，也许这个代价是小的，起到这个警示作用。因为您别忘了，这个大桥叫做双向的铁路大桥，就是青海到这个四川的，就是西宁到成都的，这是要跑高铁的大桥啊。如果建成以后，两列火车一南一北，歘，你说多大的冲击力？那个大桥如果说出事儿，损失不是更大吗？那个份额呀，总量远远超过目前这16个生命。好吧，说多了呀，没太大意义，只是让大家呢来共同分析一下出现这个事故的原因。中国在若干年前出过一个事儿，叫做筷子路，大家相信是有过听说的。因为中国政府搞了一个叫村村通公路工程，每村都把公路修上，中央资金到省里扒掉一层皮，省里到市里呢又砍掉一部分，市里到县，县到乡，乡到包工队原来60万的预算到他那儿就剩5万了。你说5万我怎么才能给你把这路修出来他想了一个招，他修了一条筷子路，就是我反正保证你的汽车2个轮子不陷泥里就行了。所以那条整面呢，他那个修了2条筷子路，中间还仍然是泥巴。你看他心里话讲，我总不能白干吧，我不用纸糊给你一条路就已经对得起这5万块钱了。你看村村通是不是中央工程专项划拨资金，最后不摊了就剩10%了吗？这个和我前几期节目讲到的医保资金和养老金的资金一样的，你不要相信讲它什么专款专用，法律是死的，你只要是到县财政上，那人是活的呀，那着急对吧？安摄像头或者是干别的，搞一些什么防止上访的人，这个维稳叫一票否决，而你养老金不给你，你能上访吗？对吧？所以说你当那个县长你也是先顾着自己的乌纱帽，这是体制决定的。你是央企的总经理，你也一样会偷工减料，大家都等着分钱呢，你能挡得住吗？好吧，这故事可能你已经听出味儿来了。这个东西如果体制不改，这种事儿以后还会经常发生下去。如果你以后出行再经过说这个有可能会有铁路大桥悬空的那种大桥，您就自求多福吧，或者干脆你就买飞机，至少说波音和空客飞机的品质还算行吧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，每天都有更新。再次感谢打开小铃铛的朋友，每天咱们共享这10几分钟的欢乐时光，再见。